大家好，我是微微庄主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什么数据呢？芝加哥的 PMI 创了新低哈。那么这个数据呢，是否预示着美国经济的衰退哈？是不是说美股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位置哈？那有朋友问呢，说，那现在贵金属呢，就是黄金、白银啊，是不是在筑顶？是不是我们不能参与了哈？如果想要参与的话，何时才能入场？好，我们先来看芝加哥 PMI 哈。芝加哥 PMI 呢跟全国性的 PMI 还不一样哈。芝加哥 PMI 它是区域性的，其次呢它是制造业。那全国的 PMI 呢是制造业加非制造业。那我们看这个最新一期数据啊，很有意思。这个芝加哥的 PMI 就是蓝色这个线到达了一个新低哈，低于35。而这个全国性的 PMI 呢还在这个差不多的位置哈，也就是说他们两个数据劈叉了。就芝加哥 PMI 它自己往下了很多啊。那么在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芝加哥 PMI 跟全国性的这个 PMI 劈叉的这个事儿呢？有发生过哈，3次。第一次呢是2008年金融危机，第二次是2015年的制造业衰退，第三次呢是2020年的新冠。那我们说呢，这个芝加哥的 PMI 呢，它到了一个这种位置呢，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？首先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说有可能会产生一个经济衰退。好，那在金融市场上呢，什么影响？降息预期的增加。好，我们说呢，其实我们很早就开始研究怎么去交易这个降息，对吗？那我们说，如果要是这个降息真的发生了之后，最大的受益者可能是什么？可能是贵金属，对吗？我们看哈，这个降息预期，这是我每7天调一个数据出来哈，做的一个总结。那我们发现呢，就是在最近的7天，这个降息预期又上升了啊。随着最新数据的发布哈，大家对这个预期会去调整。那我们说呢，这是9月份的一个降息预期。那到11月呢，它的降息的这个概率会更高，好，会更高。那我们说这个降息之后，金融市场会有什么变化？贵金属会有一个很强的宏观的支撑，对吗？它是一个利好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好，所以有朋友讲说贵金属现在在筑顶，它是从技术面去看哈，我倒不这么认为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下面就讲贵金属哈，我们怎么去看商品？那听到这里呢，或者是在之后哈，再往下讲之后的内容或者数据，你觉得确实对你有帮助，请你随手帮我点一个赞或者点一个小心心哈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来看这个是白银啊，那白银呢，在过去一段时间确实是上行了不少哈，这个是月线。那有朋友就讲说，你看这到了一个前期的高点，好，是不是呢？这里就差不多了，好，会不会这样下来？那我们讲说呢，它其实呢，如果你从技术面看的话，它其实上行突破了好多个重要的阻力线哈，所以它上突破之后，同样的位置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的支撑哈。你像这种线都是过去10几年的这种阻力线哈，它都已经突破上去了，而且是刚刚突破上去。那其次呢，长期关注我的朋友应该知道哈，白银呢，我们说它走金融逻辑跟商品逻辑，那金融逻辑它走的是黄金，对吧？商品逻辑走的是铜。所以黄金行情跟铜的行情，我们会发现都对白银会有影响哈，不能说对它有影响，就是有相关性。好，那我们看看铜。好，这个是 PMI， 这是美国全国的 PMI。那我们说呢，在底部的这个位置，我们会发现怎么样？基本上都是铜的一个低位，看到吗？如果我们把刚才我们说的芝加哥的 PMI 拿出来看的话，好，芝加哥的 PMI已经又创了一个新低，在这种位置都是铜的一个低位。好，我们看在这样的一个下跌区间，其实铜的这个行情并没有表现出像以前这样的行情，而是表现出了一个行情整理的一个这样的样子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铜呢，虽然这个位置不低了哈，跟前期的价格相比不低了，但是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长周期的低位，类似于这种位置。为什么？大家可以参考我以前的视频，这是一个长周期，是一个人生长度的很少会碰到的一个商品的牛市周期哈，不一样。那我们再看这个铜，如果我们判断铜是低位的话，那我们也可以讲说白银的这个位置，首先在铜这里的话是一个低位。那我们说呢，黄金呢，我们现在正在等待降息，应该也是一个相对低位。那么白银从各个方面来分析的话，应该是一个短期调整的
一个定义哈，它的行情确实回撤了不少，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它是一个短期调整哈。那我们讲说黄金、白银这种品种哈，特别像白银这种高波动的品种，要怎么去入场？我上一次的直播呢，有跟大家分享哈，推荐大家去看一下。就是说，在这种位置呢，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短期模型已经冲顶了，那个时候就不能入场啊。如果你做长周期的上行，短周期的高点就不能入场，短周期的低点入场。我们说做长逆短，在短周期的这种位置进去，好，这就是什么时候进去。那在圈子的朋友呢，可以关注我们白银的这个数据，一旦低于2甚至低于1就可以入场。好，那我们看这是黄金，黄金呢，其实我们看这里产生了这个2个比较长的一个上影线哈，这是一个月线，它到这里再进行了一个快速上涨之后，确实是一个短期的高点，但是没关系，因为不管从各个方面来分析哈，我在上一次视频当中也跟大家解释了。不管是从长周期的方向，还是中周期的方向，还是长周期跟中周期，其实都是黄金位置都不高，但是它短期位置高了，它有很强的调整需求，可能会调整一段时间，但是一旦它的短周期要是低于3或者2甚至1的时候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黄金的入场点哈。所以我们讲说，经济衰退怕不怕？经济衰退不怕，不怕。我们怕什么？怕的是做错品种，在投资上你去做错品种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看呢，这个美元指数，首先呢，我们讲说，在这个芝加哥 PMI 数据达到了一个低位之后，有可能会怎么样？降息的预期就会高，降息的概率会更高，然后经济的衰退的概率会更高。我们说美元指数代表着美国总体的经济，代表着美债收益率。好，如果美债收益率上升的话，它就会变强，对吧？好，那现在呢？它已经跌破，就这一周哈，已经跌破了这一条支撑线，那有可能在这个位置波动，好，但是我认为呢，长期它是下行的，尤其是在降息之后，美元指数可能会就到前面这个低点就会跌破，这也是利好贵金属的。我们讲说黄金是什么？黄金是美元信用的对冲，对吗？就是美元这个信用，当它变差的时候，是贵金属、是黄金这种天然的货币的一个利好的事情，对吗？所以呢，从各个方面来讲，我并不认为贵金属现在是在筑底。好，那我的下一场直播呢，会跟大家讲贵金属，就是商品方面的哈，包括原油、包括黄金、包括白银。好，这些方向我们怎么去理解？怎么去长周期理解、中周期理解跟短周期理解？还有在交易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？那也欢迎大家关注。更多投资策略分享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微微庄主低策略圈”。